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5分钟中文。5分钟中文是一档每周末更新的中文播客，用自然的中文和大家聊中文、中国文化和生活中有意思的事儿。每期节目的文稿都可以在我的网站上免费获取，您也可以在 YouTube 上观看带字幕的5分钟中文，欢迎大家收听和观看。现在是美国的星期日，不过在亚洲已经是第2天了。今天是农历新年的除夕，想在这里给过农历新年的朋友们说一声新年快乐，马年吉祥，马到成功。今天中午我去参加了本地华人举办的一个春节晚会。说到春节晚会，大家可能都会想到中国电视上的春节联欢晚会。一般来说，时间跨度都很长，可以覆盖整个除夕夜。很多家庭其实不一定认真看，但是会把电视开着，把它当成背景音。今年本地的春晚是在我家附近的一所高中的礼堂举办的，下午1点半入场，2点开始。我差不多是1点40到的，没有提前买票，是在门口现场买的，1张$10，凭票可以参加晚会的抽奖环节，还可以领一点小吃，比如春卷儿、饺子，还有饮料。晚会是2点到4点半，一共2个半小时。这次晚会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传统的，有京剧表演、中国经典歌曲的合唱，还有本地和外地的舞蹈团带来的舞蹈，总归就是主打唱歌跳舞，中间穿插一些其他表演。我上一次来看本地的春晚已经是很多年前了，说实话，当时觉得没什么大意思，所以这次本来不太想来，但是看完以后，我感觉比前几年有了很大的进步，节目的编排、舞美、主持都专业了很多。那是如果和电视上的春晚对比来看，除了专业程度之外，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定位。中国电视上的春节联欢晚会更针对中国本土观众，虽然也有传统歌舞，但也会有很多语言类节目，比如相声、小品。小品有点像美国这边的情景短剧，相声有点像脱口秀。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，语言类节目其实是语言文化理解能力的一个试金石。如果你能看得懂一个国家的语言类节目，说明你的语言水平已经很高了。比如中国的相声和小品，有很多的梗，很多笑话，都是基于中国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。如果不懂，其实是很难完全理解的。所以在海外的春晚，自然而然也就没有纯语言类的节目。这可能是美国本地春晚和中国电视上的春晚的最大的区别。对比来说，中国本土的春晚节目更加多样化，除了歌舞，还有多种多样面向国人的节目，而且专业性上
电视台的水平当然也更高。而海外的春晚更像是一个文化庆祝性的活动，虽然主打的还是歌舞和欢乐的节日气氛，但是它更强调一个文化的呈现，是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。毕竟观众不只是中国人，也有很多不懂中文，对中国文化没有很深了解的美国人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不同。那关于中国本土和海外的春晚，就跟大家聊到这里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本地的一些华人组织的春晚呢？或者是一些春节的游行呢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。如果您喜欢5分钟中文，欢迎您帮我订阅、分享、转发，让这个节目能帮到更多人。如果您愿意支持我，欢迎您点击下方的支持链接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